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小孩哥哥姐姐弟弟妹妹互相帮忙，开开心心甜甜蜜蜜的时光，欢迎来到这一家。我最爱的弟弟妹妹有时吵闹有时帮忙都 OK， 爱你相思相爱相思相爱，快乐正在生比赛，和我们一起永永远远。爷爷跟你们说，这周末好像有一个很大的台风会直接冲过来，到时候啊，一定是大风大雨的。会下雨哦。太好了，我最喜欢下雨了，可以在那边踩水耶。啊，爷爷，我最不喜欢下雨了，这样子鞋子会湿湿的，很不舒服哎。爷爷懂，但是有时候啊，下雨还是很好的，因为如果没有雨的话呢，我们的水库就会空空，水库空空就没有水可以冲咯。没有水可以冲冲，这样很臭哎。太好了，我也不喜欢冲冲。而且啊，如果水库空空，除了不能冲冲，连马桶上厕所的地方也不能冲冲了。不能冲马桶，这样不行哎。对呀，马桶积了很多便便，我们厕所就会很臭很臭很臭，不行啦。所以呢，下点雨还是很好的，我们都要好好的珍惜水资源。哦，那爷爷，我会希望啊，台风天来下很多的雨，怎么样啊？你们想哦，如果下很多的雨的话，那可能呢，雨会多到破坏农作物，可能会淹死之外，还会造成土石坍方或土石流，很危险的。啊，好可怕哦！但是爷爷，我还是希望台风快来，因为可以放台风假。哎呀，弟弟，这样不好。为什么不好？台风假可以出去玩呢。爷爷说的是心态不好。台风假是不让你出去玩的，它是要让你在家里面好好的做好防台准备才安全呐。可是有时候台风假没有风也没有雨啊。哦，那是因为啊，台风的变化非常快，也非常大。可能刚刚呢，昨天晚上是轻台，在隔天早上就变成强台了，又或是可能原本是强台，后来又变成轻台，随时都会不断的变化。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观察好电视新闻的报道，随时做好防台准备，做好超前部署。老头子啊，我们这周末不是要去进香吗？你东西都准备好了没啊？老太婆啊，你先不要管这个了，你过来。现在新闻呢正在报道，说有一个很大的台风，好像在这个周末会过来耶。那我们周末要去进香该怎么办呢？我都已经跟隔壁的张大妈的小阿姨的二姑姑的小堂妹约好了耶。张大妈的二舅公的不是，是隔壁巷子口的张大妈的小阿姨的二姑姑的小堂妹。关系好远呐，老太婆，你人脉可真广啊！那是，邻里之间要多走动，有助于你当选下一届的模范爷爷吗？太好了，我都已经可以感受到我是模范爷爷的那个风光光荣的感觉了。谢谢。怎么啦？可是周末台风要来的话，那我们这个进香活动是就得取消了嘛？好像是。有了，距离周末不是还有好几天的时间吗？对啊。那个台风动向不一定嘛。对啊。搞不好他走到一半突然转向了，也说不准啊。有道理哦，我有听过人定胜。我们如果4个人呢一起发念，一起用意志力让这个台风转向的话，或许可以哦，一起来试试看，照爷爷这样子的，一起哈嚓，好不好？来，哈嚓，1、2、3，哈嚓！台风快点转向吧！1、2、3，哈嚓！让我们周末可以去进香团吧！1、2、3，哈嚓！爸爸回来喽！儿子，你回来了正好，赶快坐下来，跟着我们一起发功啊！这发什么功啊？我在门口就听到你们这边喳喳的，吵死了。我们在发啊，要让周末来的这个台风转向的功。
不好吧？最近缺水耶，如果台风来的话，可以让水库有一点点水的进账啊。哎呀，好，我跟你爸在台风来的那个时候，刚好我们要去进香，他转向才好呢。你要去进香，妈很危险，你不要去进香了啦。可是你妈她已经跟人家约好了哎。约好跟谁约好啊？就是那个啊，隔壁张大妈的三叔公的。还是我来说好啦。哦，是隔壁巷子口的张大妈的小阿姨的二姑姑的小堂妹。对，她啦，小堂妹啦。哦，什么二阿姨小舅子啊？爸爸是隔壁巷子口的张大妈的小阿姨的二姑姑的小堂妹，奶奶已经跟她约好了。他们都记得了。哎，掌声鼓励一下，掌声鼓励一下。小神童啊，神童啊！哎，不过妈，来，做儿子的跟你说啊，新闻都有在报，你有没有在看？有啊。广播都有在说，你有没有在听？有啊。台风天，很多人就是因为去观浪，呜呼，被那个疯狗浪给卷走了。哎呀！下雨啊，去登山啊，失联啦。哎呀，那如果你去进香啊、拜拜啊，发生什么事怎么办啊？很危险的，不要去了啦。对啊，爷爷。你刚刚不是跟我们说台风天的时候要待在家里比较安全吗？对啊。那爷爷，你刚刚不准我们出去玩，你还要跟奶奶一起去进香，不公平，不公平。我刚刚说的是台风假的心态嘛，那怎么办啊，老太婆？好吧，就为了大家的安全着想，我看我们下次再约好了。对啊，没错啦。如果那一天周末大风大雨的话，我们出去搞不好那个招牌会砸下来，会受伤的。或者是那个路树可能也会倒下来，我们还是不要去好了。我们取消，延期啦。所以我们要赶快跟那个谁啊，隔壁巷子口的张叔叔的。不是啦，爷爷，是隔壁巷子口的张大妈、小阿姨的二姑姑的小堂妹。哇，大家的记忆力原来都这么好啊！太厉害了！我们呢要赶快在周末之前呢做好防台准备才是。没错，台风天呢就是要全家人一起待在家里，然后挤在一起，来，这样才温暖呐、安全呐。你踩到我的脚了啦！爸爸好挤哦。好了，不要吵了，全家人挤在一起才甜蜜蜜哦。我没有想要出去玩，在家只会跟妹妹吵架。对啊，我们只会一直吵架而已。爷爷，你看他啦！奶奶，你看他啦！好了，不吵架。好啦，停，不要吵。现在呢，我们在台风之前还有很多事情要准备的。要准备什么？好，爸爸来发号施令。爸。Yes sir。待会呢，你就去通知里长，然后呢，请他把附近的水沟去清一清、通一通。如果下大雨的话呢，这样子我们水才排得出去，才不会淹水。是的，指挥官。好 ，sit down, please. Thank you。哇，会淹水耶！对呀，这样就可以游泳了。妈，待会呢，你就去储存一些水，然后买一些泡面啊、干粮啊、饼干啊。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出去买东西的话，这样才有东西吃。是的，指挥官 ，sit down, please. Thank you. 可以吃泡面呢。我要买很多口味弟弟、妹妹，待会呢，把家里的地上检查一下，如果有纸箱啊、玩具啊，全部把它放在比较高的地方，淹水进来的时候呢，才不会坏掉。水会淹到家里来哎。这样子呢，我们就可以穿泳衣在家里游泳了，开心哦！如果呢，我跟老婆把楼上的那些窗户用胶带贴起来，然后门口呢去堆一些沙包，这样子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，这样就没问题，一切妥当啦！哇，可以堆沙包哎！这样我们就可以玩叠罗汉了。我们赶快把台风叫过来。好，来喽！1、2、3，来吧！1、2、3，来吧！你们还在来吧来吧什么啊？台风来了很好玩呐，赶快把它叫过来啊！对呀，爸爸，可以用1、2、3，好啦！台风来了，都不是我们可以改变了，这是大自然的力量。
如果台风来了呢，好处是可以让水库有一点点水的进账，不过呢，也可能会带来一些灾害。我们一定要随时注意气象资讯，然后呢，做好防台准备。大家知道了吗？知道。好，现在一起来动起来！哎， 1、2、3，加油！动起来！下面东西拿。爷爷奶奶、爸爸妈妈笑哈哈，哥哥姐姐、弟弟妹妹互相帮忙，开开心心、甜甜蜜蜜的时光，欢迎来到这一家。各位同学，新学期开始啦！我要整理大家的教学资料，有没有哪位小帮手愿意来帮我呢？老师，请问一下，这个算是出公差吗？老师，那这个算不用上课吗？老师，请问可以不用交作业吗？不用交作业那是不可能的啦，不过算是一种出公差吧。啊，那我要。我也要。我不要。谢谢2位热心的同学，愿意牺牲放学以后的时间来帮老师的忙。下课的时间，老师，我刚刚说太快了，我其实是说我不要了，让给呱呱。不是，你刚刚先举手说你要的，老师我不要了，让给他。是我先让你的。不是啦，你先举手的就是没你啊。关系，不愿意帮忙也没关系，因为这是需要用到放学以后的时间，所以老师也不是强迫你们啦，只是说如果你们有人有意愿想要来帮忙的话，老师会打电话给你们的爸爸妈妈，征求他们同意。老师，我可以帮忙？哦，真的吗？小兰可以？可以呀，助人为快乐之本嘛。既然同学们都不行，那我来帮忙也可以呀。哇，那就谢谢小兰啦。那等一下呢，下课以后呢，你先跟我到办公室，我来告诉你先整理哪些。好，没问题。新学期来了。对啊，好棒哦。好开心你为什么要肩膀这样动？新学期新气象，老师准备了一个新礼物给大家。谢谢老师，谢谢。大家精神一振，我们来突袭测验。然后才刚开学，哪有什么突袭测验的啊？老师，你这样子怎么可以？我都没有准备耶，都忘光光了。对啊，老师他们都忘光光，都还给你了。但是老师，你知道吗？有借有还，再借不难哦。都还给我了。那我再借你。好啦，大家赶快写一写啊！我看看你们还记得多少呢？哦，完蛋了啦！我也完蛋了，我考前一定要复习，我都没看。我都会耶。老师，请问可以 open book 吗？不可以 ，close your book。啊，老师，这英文也太难了吧？海苔，是数学啦。是数学。Good morning, everybody. 老师好，作业我改好了，大家写得不错哦，来发回去吧。老师，我来发。谢谢小兰。不会。谢谢小兰。不客气。谢谢小兰。不会。老师觉得这一次的作业大家都写得不错哦，尤其是小兰，把假期里面她的生活点滴还有读书心得都写得很生动。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，可以跟小兰借来看看哦。好。不过说到这个测验卷啊，昨天的那个突袭测验有没有？老师真的是蛮难过的耶，真的是都还给我了哦。这么多人，只有1个人是满分。谢谢老师，因为你借我的都还在我这边，谢谢老师。呱呱，你好厉害！谢谢大家，是我们男生的骄傲。谢谢。好，我觉得这位同学呢，真的很值得被大家拍拍手鼓掌，请大家为小兰拍拍手。是小兰啊，小兰是你，你好棒，你满分，是我们的。
你我成绩也很好啊。对啊，老师呱呱他也很努力耶，他好像考得不错哦，是不是你改错考卷？或许不是老师改错，或许是呱呱名字写错了，他把他的名字写成小蓝的。哎，阿明，怎么可能写错名字啊？你们不要见不得人家好。对呀，哎，小兰，你怎么这么厉害，都没有忘记哦？其实是自从上学期啊，受到大家的鼓励，我找到了念书的方法，拿到了进步奖。我突然觉得念书好有趣哦，所以就趁放长假的时候啊，把上学期的功课再复习一遍，才会刚好考满分啦。哦，我有印象，上次的进步奖啊，小兰她只赢我3分，这一次怎么突然突飞猛进变第1名？想不到一个学期可以从进步一点点到进步一大点哦。我跟你们说，这就像电视剧里说的，打通任督二脉。什么？打通什么都什么脉？像，我知道，他是说什么都卖，什么都不奇怪。是啦，打通任督二脉的意思就是说，什么都不通的都通了，不懂的都懂了。对，小红你说的很对。我以前啊不懂读书的方法，所以啊常常在考试之前才临时抱佛脚，念书的时候也都静不下来，当然都读不进去啊。后来啊，找到读书方法之后，我就制定了读书计划，每天按部就班的预习、复习。最重要的是，上课一定要认真听，然后就像小红你说的一样，打通任督二脉，不通的都通了，不懂的啊都懂了。厉害！你看小兰以前可能学习的成绩没有那么好，但是只要抓到诀窍，努力的练习，不断的进步，到现在大家有目共睹她的成绩啦。这是一个很棒的循环哦。小兰，你要继续加油，坚持下去好吗？好。那也希望各位同学们打通你们的任督二脉，好吗？打通，加油！感觉我们只要认真努力，好像也可以打通任督二脉。我们也可以打通任督，就像在练武功一样啊。那我们来试试看。好有气势哦！这次小考考得比较好而已，有什么了不起的？我成绩明明就比较好，不好？哦，呱呱，你是不是在吃醋？我哪有？呱呱，老师知道你的成绩一直都很好，而且还是个心思细腻的男生哦，所以你更应该知道什么叫做容人的雅量，对吧？如果别人的表现真的很好的话，你应该真心的替他鼓掌，为他喝彩，而且从中观察学习他的优点，让自己变得更好啊。老师，我已经成绩很好了，我要怎么让自己更好啊？成绩很好是很棒的一件事，但是呢，老师要提醒大家，成绩并不是人生中最重要的事，好吗？大家想一想哦，刚刚一进教室是谁帮我发作业的啊？小兰。是谁自愿留下来，放学之后帮老师整理资料的呢？小兰。你们看，小兰啊，不管她的成绩好还是不好，她一直都是一个热心助人、很善良的女孩哦。对啊，老师，上次我请假的时候啊，小兰不但帮我抄联络簿哦，她还帮我把作业带回家给我，所以才让我赶上了学校的进度。哦，对耶，像我被你们这些臭男生欺负的时候，小兰也会帮我哦。小兰，我觉得你超棒的，超棒。这学期的班长不是还没选吗？老师，我提议这学期的班长选小兰。对，选小兰，选小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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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兰。啊，对啊，小兰很不错啊。可是我也跟你一样觉得小兰不错。对啊，进步那么多。既然大家都提起了，那我们就来投票表决好了。
新学期的班长，赞成由小兰来担任的，请举手。我一票双手赞成。喂，只能一票啦，一只手放下。哦，加一。呱呱，你也举手哦。我投给小兰啦，因为虽然小兰的功课差我一点点，不过她可以在短时间之内进步这么多，也是很厉害的啊。而且其实帮忙老师或者是帮忙班上的事情，她也都很主动。我觉得她真的很棒哎，所以这学期的班长让给她好了。小兰，你真的很棒。你真的很棒，你超级棒的，谢谢呱呱，超级棒的。那么就全数通过喽。小兰同学品学兼优，热心助人，当选为这学期的班长。Congratulations！ 站起来！感言，站起来！感言，我谢谢大家，谢谢老师，我没有想过我竟然可以当选班长哎，我觉得一定是老天爷，你听到我幼幼班许下的愿望了，对不对？我从幼幼班开始，一直好想要。哇，那小兰，老天爷一定是有看到你的努力，你的愿望实现了耶！就像老师说的，有努力就有收获。我也希望小兰呢，你可以把你的读书计划分享给大家。那大家放假的时候来我家里，我来教大家。爷爷奶奶爸爸妈妈笑哈哈，哥哥姐姐弟弟妹妹互相帮忙，开开心心甜甜蜜蜜的时光，欢迎来到这一家。我最爱的哥哥姐姐，我最爱的弟弟妹妹，有时吵架有时帮忙都 OK。爱你相亲相爱兄弟姐妹，快乐长大兄弟姐妹，我们一起永永远远。